嗨，大家好！现在呢，大家看见没有？我在白云山麓湖景区的这块大石头前面啊。今天的旅程呢，从这边开始。这边呢，就是麓湖景区的入口。经过几年的建设，这边呢已经变成了一个西式的一个园林的模样啊。往前一点点呢，就是传统的麓湖的景区。今天我是搭的一段顺风车，专门呢坐着车来到了麓湖的跟前。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新做的鹿门花园这边呢，我们就在上面稍稍的骑一骑。以前呢也专门来步行过啊，好像也给大家拍过。以前这边呢都是被一些餐馆所占据了。现在呢，拆掉了餐馆，打开了这个景观啊，确实呢，开阔了很多。现在我从这条小路骑下去啊，大家可以看到对面的这麓湖，正对着呢就是鹿鸣酒家。这边的一个公园呢，也做了一些改造啊。南鹿园广场现在竖了这么一块牌子啊。原本呢，这边就是一个停车场啊，现在呢拆掉了这个停车场，把这边呢做了一个大家可以坐在这边休闲啊活动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得有失吧。对我们开车人来讲呢，就不是特别友善啊。但是呢，对老百姓来讲呢，多了一处休闲地方。这个不知道要干啥啊？那么大年纪的人了，戴个红领巾。现在呢，我骑下路面啊，准备呢到对面沿着麓湖的旁边来骑一骑。这条马路啊，其实还是一条主干道啊。现在正对着呢，就是麓湖鹿鸣酒家和背后的那个山上的洪湖楼。我今天呢，就是要从这边出发，沿着麓湖呢骑一圈，修整了非常平整的步道啊。这边呢，每隔一段地方呢，都有一个这样的凉亭，大家可以在这边休闲，也有人在这边放歌。
感觉啊，现在的国人呢，都比较能够放得开了啊。我们这个民族啊，一直是比较含蓄啊，有些害羞、内敛，或者说内向的这个民族气质，或者是这种个性啊，也可能以前封闭的太久了，所以大家呢就变得比较这个守旧，比较保守。开放了几十年啊，大家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甚至有时候觉得呢，外面的世界也不过如此。所以呢，有了一种平等感，然后更多的人呢会觉得有了一些自信啊。所以你一看，现在很多人呢都是侃侃而谈，不像以前呢对着人讲话就很紧张。另外呢，大家呢就有各种的活动啊，公共的这些地方呢，就经常有人在那边唱歌跳舞，展示自己的才艺啊。这个跟以前是大不一样的。这条路呢叫麓湖路，就是围着这个麓湖边上的一条马路啊。虽然呢只有2车道，但却是一条交通的要道，因为呢它连接着这个内环高架的快速路，前方呢又到达白云山的门口，连接这个广元路啊，也是一条交通的要道。所以这条路呢非常的繁忙，但这条路呢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的树木呢葱茏，而且很有层次感。我的跑到马路这边来是干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边啊有一片荷花池，夏天的景色啊最美不过荷花池和盛开的荷花。但这个荷花池里面呢，荷花含苞欲放，没有满开，但是也有很多的花蕾呢已经逐渐的开放。景色很美的，转一圈去。前不久呢，我们在沙湾古镇里面啊，有一个荷花池比这还大，我们也在那边坐了一坐，聊了一聊。毕竟呢，我也是出生于江南啊。江南水乡的孩子，所以对于这些景致啊，有着那种江南风韵的这样的这种风景呢，情有独钟。我又把车开到了这边啊，阴凉的地方，再来看看这个荷花池，就是少了一些垂杨柳。很幽静的一条小道啊，但是呢，我志不在此啊，我今天要去环湖骑行，所以呢，这边只是路过而已。好在这边呢有很多的翠竹，这个跟江南的这种翠竹啊，有同样的这种感觉。
这边呢好像有一个类似道观一样的地方啊，我们把车抬上去看一看。哦，这里还不让进啊，好吧。叫白云仙馆啊，我们也到它跟前去看一看吧。以前当然也是来过的。哦，对面呢也是有径道，可以去到那头。这个小门楼呢写着白云仙馆。应该是一个道教的地方，但是今天很遗憾关闭了，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吧。那这个白云仙馆呢，我不知道它以前就有的还是后来修缮的啊。总之最早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停车场，我们以前都在这边停车的啊。后来呢就拆掉了，所以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我以前在视频里头也讲过，就是麓湖地区啊，几乎是没有公共停车场了。现在呢，我们就左转到麓湖北路，在麓湖边上非常幽静的一条林荫大道里面的骑行。这边呢，每次如果要到麓湖鹿鸣酒家去喝茶吃饭呢，开车是必经之路啊。因为也就是只有麓湖鹿鸣酒家那边呢才可以停车啊，它并不是一个公共停车场，而是它这个餐馆有一片停车区，所以你在那边吃饭呢就可以停，不在那吃饭呢就对不起了。左手边呢就是麓湖啊，边边了。今天呢气温还是比较高啊，好像有33度，而且广州最近啊进入到一个蒸笼的一个季节了，就是非常的闷热，整天呢有下雨啊。那这种下雨的话呢，就让人家感觉大地上在蒸烤，人呢就在蒸笼里头，非常的闷，也非常的热，而且湿度很大，这些汗呢很难就完全排出去，所以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这么一个季节。那幸好呢，今天我们骑行这一道啊，大家可以看到绿树葱茏，一片绿意啊，林荫大道，在这些树荫底下骑行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啊。所以骑行呢，除了靠距离、靠运动来增强一些体质啊，达到一个健身的目的之外呢，更多的我觉得是一个心情的愉悦。那么你要心情愉悦呢，就必须要在这些非常漂亮、非常的自然生态好的这种地方呢骑行，而且你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啊，各种各样的场景，你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有所思考，感悟人生。这边呢是有一个星海园，我们以前也进去过啊。当然它也是要扫码之类的。广州呢有太多的星海纪念的这些地方，我们祈福新村对面的金山湖里面就有一个雕塑啊，是黄河大合唱的雕塑。在狮桥呢也有一个星海公园，可惜我还没去过。那么这种地方很多，在二沙岛的话呢也有星海音乐厅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的景色是非常美的。曾经来过几回了啊，今天我们就不进了。所以刚刚骑过来的这座桥呢，它就叫新海桥。从这边开始的右手边的这块空地呢，就是鹿鸣酒家停车场。如果你不是在这边吃饭呢，它是不给你停的啊，所以有时候也要善意的撒个谎。没办法，就是因为只有它这块地方有停车。那现在呢，因为不是饭点啊，所以呢，路上没有什么排队停车的人。我这边呢已经闻到了桂花香了啊，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味道。到了这个路段呢，就已经到了鹿鸣酒家，有叶选庭题写的这个餐馆的名字啊，看来大有来头。看到了吧？鹿鸣酒家，很多人呢应该都走去喝茶的，这也是我们经常来的地方。因为独此一家，而且里边的风光无限啊，非常的美的一个清水的餐厅。这边呢，同样啊，都是被这个酒家占道的一些停车的区域。天气有点阴啊，那就更舒服了。马上呢，就到了广州麓湖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啊，这是广州唯一的还在市中心的这么一个乡村俱乐部。那以前呢，也曾经啊，受朋友邀请到这边来挥过杆，也在练习场上呢也练过球，但是呢，这些都已经几乎是老黄历了啊。到了这头呢，围墙里面的话呢，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呢，就是麓湖公园，但是呢，它也有另外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聚芳园，非常美。我们呢进去过很多回啊，我在这边也专门拍过这个聚芳园里面的视频。这里面呢，最主要就是白云的山下面的一个叫云道啊，就是广州有多少公里啊？6、7公里长的一个云道的起点呢，就这里面，就是大家现在从这上面走的那条云道啊，当然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上，一直呢到越秀公园，甚至可以到中山公园，这么长的一个云道，我也专门来走过，也专门拍过。好，我们到对面去。那你还有个弟弟？这边呢有一个便民服务驿站啊，非常好。这老百姓呢在这边可以休息一下，里边呢其实还是蛮大空间的啊。我不清楚这个里边是不是可以骑的啊。那既然来了，我们就抬着车下去看一看吧。这边呢就有很多的石凳、石椅，还有一些凉亭。我最佩服的也最欣赏的就是广州人的平民呢，他们特别喜欢踢毽子，而且真的掌握的还很好。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啊。我能不能稍微近道呢？哦，这个呢也是要上来的。唔係皮官員，唔係皮官入邊。你行得喺度。这边呢就可以望湖了啊。这边呢有一座桥是可以从那边过来啊。它分成好几个湖。那边呢就是环市路上的高楼了。
天气呢非常的闷热啊，也不能说非常的闷非常的热，就是闷，气压比较低啊。就这是广州一个著名的公园啊，甚至可以把它比作呢一个小1号的西湖啊，或者扬州的瘦西湖那种，就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闹市区中间啊，有这么一个清凉的地方，休闲的这么一个所在呢，很不容易啊。所以广州呢也是花了大力气，也抑制了很多这些房地产开发的冲动啊。就保留了这么一块区域，而且呢，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计划，就是从这边啊，一直呢向着北边，一直到白云山、云台花园呢，要做一个广州花园，一个巨大的一个城市花园。现在呢也在进行当中，而且麓湖这边呢马上就要有地铁站了，云台花园这边呢也马上要建成地铁站了。那我相信没过多久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将来有更大片的绿地可以连起来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景区吧，就有点像西湖啊，跟边上已经完全都连成一片，同样的道理。行，那我们就继续骑行。老外爸爸也不例外啊，都是一样要带孩子。在一个，今天是礼拜一啊，我搞错了，我还以为是周末。对我们那些退休人员来讲，时间经常搞不清。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再上去啊，就在围湖再骑行。为了省点力呢，我就从那边的坡道推上去。哦，是我那个有个白什么？哦，就在那这边啊。Sorry。继续在这个人行道上往前骑行啊，在这边走道的人还不少啊。我那个背包在准备明天的一个方向单呢。这个地方骑行真的有点问题，算了。去大马路上拉倒了。
没走几步呢，又到了麓湖边上唯二的停车场。刚才那个鹿鸣酒家是唯一，这是唯二。这边呢有个叫盼山酒店 （Grand Villa Hotel）。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也是我们第2个停车点，经在那边选择。那这边呢，它导致不要求你在这边吃饭啊，就可以停，但是你交钱就好。这边呢就是鹿景路了啊。那我们呢，也是在这个江边骑行吧。麓湖边上的马路啊，太窄了，它也只能开出一个人行道来啊，没有办法专门做一个单车道。刚刚呢，我们实际上在对面啊，现在呢，我们骑到了另外一边，从麓湖路呢骑到了鹿景路。这边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麓湖的地方。这边呢，一看就是一个休息点啊，便民的休息点。所以，凉棚的底下，老榕树的树冠底下，很多的市民，很多的孩子啊。这边有个石头上，上面写着“清凉界”啊，确实这边蛮阴凉的地方。我们来望一望刚刚骑过来的这个路啊，你看这个树丛多漂亮。然后呢，我们就还是在这个汽车道上骑吧，这边呢比较平坦啊，宽敞一些。这边呢还有一个派出所，这边呢又回到了湖边一个堤岸上，像一个袖珍的西湖的一个杨公堤啊。也在这边观望一下吧。现在看过去呢，鹿鸣酒家这个湖里啊非常干净啊，而且呢微波粼粼，今天没什么风，有一个小船啊，像我们浙江绍兴那种乌篷船。那边呢就是白云山的应该余脉了，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吧。麓湖景区管理中心在这里啊。好，我们在绿荫丛中继续环湖骑行。
今天呢是一个骑行和看风景的完美的结合，看着这些湖光山色，心旷神怡，忘了疲劳。耳畔呢传来阵阵的歌声。到了这边呢，又回到了原点，也就是刚刚啊，我太太把我开车放下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先看一看麓湖路上的那个新式的山门花园啊，或者说景区的入口的花园。大家可以看看这么蓝天白云啊，现在有些多云吧。然后这边呢，可以望望有个麓湖，一个碑，红色的字啊，很美的地方。我打算呢倒回去，从那个麓湖管理中心那边呢，再找路出去。从这个管理中心那边呢是可以有台阶的，但是这个实在是太大台阶了，我还是往路上拐下去啊。因为我是想去到那边的那个河冲，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东濠冲的一个起点啊。你好啊。从这边呢倒是可以看到洪湖楼。很遗憾啊，到现在还没有上去，因为有一回去到跟前封路了，以后有机会再去吧。好，从那个路径横路转下来，前方呢有一个石刻，我呢打算去看一看啊。没有写叫什么地方，什么我看见小东门啊，什么地方啊？哦，下面有云山珠水，2015年立的这么一个石雕刻啊。我们再去看看那边呢，有一个地图。看看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好像也没有说在哪里呢。这里倒是有一个介绍白云区历史风貌区啊。
是一个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和山水型生态城市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以南亚热带植被景观、山phủ城景、城关山色为特征，以自然生态保护为培育休闲游览为主要功能，具有丰富历史人文资源的风景名胜区这是一个小1号的西湖。02年5月份，整整20年以前呢，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在广州传统的云山珠水和广州市域山水城填海的城市空间结构中的作用呢，越来越受到重视。确定单位是由广东省人民政府，确定时间是14年的11月份。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喝口水。大家看到的这座楼啊，在陆景路边上这个楼呢，它就是孤零零的对着风景区，完全没有遮挡的一个地方，很美的。虽然这个楼老了，但是住在上面的人真的是望山望湖啊，美景近在眼底啊。有啲都未開始整喎，賣咗，記唔着得喎，一等埋又唔記得啦。到拎出嚟嘅時候都唔啱。想偷个懒啊，就这个车我就把它不收了，停在这边，喝口水。